今天我们来跟各位介绍交流机的第一个项目，就是变压器。我们来看一下变压器的结构。这次我们要跟各位介绍的是进入交流机的入门砖，也就是变压器。所有的原理会跟后面的感应电动机、同步发电机跟同步电动机全部都相通的哦。变压器是电工机械里面唯一不会动的设备。它是特斯拉打败爱迪生的武器。当初特斯拉使用变压器，从大瀑布这边所产生的交流电，把它转换为非常高的电压，之后透过远距离的传输，传递到目的地之后呢，再使用另外一个变压器把电压降低，这样子就可以把很高的能量传递到远方去咯。我们就来看一下变压器它是如何组合而成的。首先呢，我们会先看到的是一个塑胶的壳子。这个壳子是让我们用来在绑线圈的地方，我们把它架在机器上面，然后呢，使用气泡线，用机器去缠绕，就可以把气泡线给绕在上面了。假设呢，它是一个升压的变压器，一致色的线圈它会比较粗，渣数会比较少，我们就先有这个概念就可以了。当线圈绕好之后，我们会把线圈的两个头拉到上面去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出线头。之后电源就可以从这个地方输入咯。以一个升压变压器来看，二致侧的线圈会比较细一点，渣数会比较多一点。在这边我用一个很明显的对比让各位看，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们之间的差异是怎么样的。为了强化导磁效果，我们会使用细钢片，采用交叠的方式，一片一片的按照顺序插到线圈的中央。在这里我故意用不同的颜色，让你清楚的看到它们是如何交叠的。因为铁的导磁系数比空气大上数千倍，再加上 C 可以让导磁效果更佳，而采用钢片的主要目的是要消除涡电流，以降低功率损失。这样子一层一层的叠满，就会形成各位最常看到的铁芯了。整个变压器最重的部分就是这里，所以我们必须要把它给加固。再来，我们会使用金属做的夹具去把变压器给固定住。因为铁芯是一片一片的，所以必须要把它给夹起来，要不然的话它会很容易散开的。再来，我们会使用螺丝把它给锁起来。这边看到的就是螺丝以及套筒还有螺母，我们就按照顺序把它给全部锁上去，最后就形成一个变压器的外观咯。经过这个简单的介绍，我们应该可以针对变压器的结构去做一个基本的了解。然而，变压器的结构是非常多样的，我们看到的呢，只是一个比较典型的范例。它们的基本逻辑都相同，它们的做法都是让电流经过线圈，线圈产生磁场之后呢，会再透过二致侧的线圈再把它转换为电流。这个就是变压器的基本结构。之后我们会再跟各位做更详细的介绍。